如果你现在每次打开 Claude 都要重新打一次一样的指令，你要它用什么语气写东西，格式要长怎样，有哪些东西一定要放进去，那么你就等于每次都在从零开始教它一次。今天要讲的 Claude Skills 可以让你把这些指令跟习惯写一次，Claude 就会记住，之后会自动使用。这不是什么小功能，这是会直接改变你使用 Claude 效率的东西。这期影片我会带你看3件事情 ，Skills 到底是什么，怎么用内建的，还有怎么去建立一个属于你自己的 skill。我会直接示范一个我自己会用的案例给你看。另外，网络上面有很多你可以下载的 skill， 这边也要去提醒你怎么去避开相关的风险。我是 Grayson， 这频道专门帮完全没有碰过 AI 工具的人一步一步学会使用 AI。我的核心理念很简单 ，AI 不是你想的那么难。跟着我做，你也可以。你可以把 skill 想象成是工作说明书，你写一次，内容包含你希望 Claude 怎么去做某件事情，语气、格式、该注意的细节，存起来以后 ，Claude 之后遇到同类型的任务，就会自动的去把这份说明书拿出来用，不用你再打一次。技术上来说 ，skill 其实就是一个文字答案，格式是 Markdown， 但你完全不用自己去写这份答案，因为 Claude 它有一个内建的 skill 建立工具。会用对话的方式一步一步来问你问题，帮你把 skill 生成出来。你可以同时开着几十个 skill 也没有关系 ，Claude 只有在真正用得到的时候才会把对应的 skill 拉进来，不会拖慢速度。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要去把一个开关先确认一下。那现在呢，我已经打开了 Claude， 然后可以点击左下角的头像，再选择 Settings， 这边呢找到 Capabilities。然后呢，你要去保证这个选项 Code Execution and File Creation 这个开关呢，它是打开的，这样呢 Skill 才能够正常运作。如果说你本来就有在用 Code 产生文件去做简报，那这个呢通常就是已经是打开的了。那在确认完之后呢，就回到左边的这个菜单栏，然后呢找到这 Customize， 这边呢你就可以找到 Skills。这里呢就会显示你已经有的 skills 了，然后呢你可以点击右上角的这个 browse， 也就是呢你可以去浏览一下已经在 Claude 里面它的一些 skills， 这个呢都是 Anthropic 还有它的合作伙伴制作好的 skills， 都是已经经过验证的，像是这个 Skill Creator， 这个呢就是专门用来帮助你建立 skill 的工具，还有这个 Brain Guidelines 品牌指南，Web and Effects Builder 网页互动元件建立，这几个呢都是非常实用的。想要哪一个呢？你直接就点击这个加号就可以了。然后呢，你会看到一个 Plugins， 也就是外挂，这个呢就是一整包的组合。那里面呢，它不只是只有一个 skill， 它还会搭配对应的工具跟连接器。比较呢适合你已经有明确工作流程，想要一次性到位的人。那这些内建的东西呢，就是可以先装起来垫底，但是真正会让 Claude 变成懂你的，就是接下来要示范给你的，你可以自己呢去建立 skill。那我在使用 Claude 来写我影片脚本的时候呢，每一次我都要去跟他说，用我的口吻，不要用哪些词，结尾需要怎么说，这些规范每一次我写脚本的时候呢，都要说一次。像这种重复性的工作呢，我就可以把它去建立成一个 skill， 那我就可以在对话框里面输入用 Skill Creator 来帮助我建立一个影片脚本写作风格的 skill。 那它呢不会直接帮我生成，它也不会叫我自己去写规格，而是呢会反过来先问我一些问题。比如说呢，他现在就问我这个 skill 主要的用途是什么，那我就是呢为了让它从零去生成完整的影片的脚本，包括开场的钩子、中间的故事、重点，然后呢结尾的行动呼吁。然后呢他就问我希望这个 skill 在什么情况下会自动触发，那我希望呢就是只要我提到了写脚本、影片脚本就会触发。然后呢他接下来问的问题就是脚本风格细节，除了说故事叙述、强钩子、情绪共鸣，还有特别想要去强调哪些元素。那这边呢我就选择以上皆是。然后呢他就问我输出的格式是希望怎么呈现的，我这边呢就先选择脚本加上段落标注、钩子、痛点、案例、CTA。
现在呢，所有的问题都已经去回答完了，就看它怎么去生成了。那现在呢，它就已经去帮我去生成了我写影片脚本的 skill 了，还有呢，帮助我整理出我现在影片脚本它的写作风格，然后呢，有脚本的结构具体是怎么样子的，以及呢，撰写的时候有哪些具体提醒，还有呢，就是输出格式。如果说想要让它去调整一下的话呢，你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面呢去输入。这里呢，他也有提到，如果说你想先看效果再决定要不要调整的话呢，你就可以直接在这边呢去丢一个主题给他，然后呢去让他用这个 skill 来跑一次，去看一下具体的产出。如果说觉得哪里不对呢，再进行调整，或者是呢你先选择这个 save skill， 然后呢选择开启一个全线对话，这边呢先去打上斜杠，然后呢我就可以找到刚才我生成的那个影片文案撰写的 skill。 现在呢就意味着我在使用这个 skill 来帮助我写影片文案了。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输入提示词了，我就让他去帮我写一份关于如何去快速达成 YouTube 频道第一个1000订阅的影片脚本。然后呢来看一下，这边呢他有先问我这支影片大概是有多长的，那我呢想要去做长片，是10分钟以上的。然后他也问我案例还有数据的部分要怎么处理，我呢就先让他用通用假设的情境示范就可以了。然后呢他也问我 CTA 要使用哪个产品，那我先呢就选择先不要，就是纯干货的影片。还有呢再问我有没有特别需要切入的角度或者是反差感，那我这边呢就选择这部影片呢是讲关于步骤拆解的，不需要有特别的反差。那现在呢就期待他帮我写出一份脚本了。那现在呢就根据刚才生成好的 skill 来帮助我去写出了一份脚本了。整体来说结构还是比较清晰的，但是呢和我平时写的影片脚本呢还是有差别的，所以呢我就回到了这个刚才创建 skill 的对话框，然后呢我把我之前写过的3部我比较满意的影片的脚本呢去提供给 Claude， 然后呢我让他去参考一下，根据这些脚本呢去总结出我写作的风格还有脚本的格式，并且呢更新到 skills 里面。那现在呢他就根据我刚才提供的影片的脚本呢来帮助我更新了我现在影片脚本撰写的 skill 了。他又告诉我修正的地方，然后呢新抓出来的一些风格的指纹。右边呢就是他更新好的我影片撰写的一些风格还有规范。那我们第一次做 skill 呢不可能就是100%到位的，每次你用完的时候呢，如果说你发现不对，那你就可以自己去手动的去修改，然后就可以告诉 Claude 根据这次的修改呢去更新到这个 skill 里面，这样呢你的 skill 就会越来越完整，你修改的次数越多呢，这个 skill 它就会越来越贴近你想要的样子。在网络上面有不少地方你是可以下载别人做好的 skill， 像是 GitHub 各种 skill 市集，甚至有人会直接在教学影片里面附上答案下载。这边要提醒你一件事情， skill 本质上就是一组指令，而且部分情况下这组指令是可以读取的，甚至能够操作你在电脑上面答案的。如果说你下载的是来路不明的 skill， 那么里面的指令就有可能被设计成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面去存取不该碰的资料，甚至是把资料传到你不知道的地方。单看界面或者说明，你是很难分辨这个 skill 到底是不是安全的。那所以我自己的原则就很简单，优先就是使用 AsRapid 官方或者是合作伙伴提供的内建 skill， 或者是自己用 Skill Creator 建立的，因为那是你自己一步一步确认出来的内容，你清楚里面是在做什么的。如果你真的想要去用网络上面下载到的第三方的 skill， 下载下来之后呢，先打开里面的说明答案读过一遍，确认它里面只是在做你预期的事情，再决定要不要安装。你可以先从一个你每天都在重复打的指令开始，把它变成第一个 skill。 不过如果你连 Claude 的账号都还没有申请，或者是连 New Chat、Projects、Artifacts 这些界面都还不熟，那 skill 对于你来说呢可能就有点太前面了。那我之前呢有拍一支从零开始的完整教学，把注册免费版跟付费版应该怎么选，界面应该怎么用，问问题的方式都讲过了一次。那你可以现在呢就点击这部影片，先把基础打稳，回头呢你再使用 skill 是更加稳定的。